嗨，我是 Amber， 欢迎来到我的健康节目。秋天到了，加上长新冠的影响，你是否发现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有咳嗽的症状呢？皮肤干痒，甚至有便秘的状况。中医师说，这都跟肺经络的保养是息息相关的。在节目的后面，我们也会提供给大家一套非常帅的肺部保健棍法。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别忘了订阅、留言，还要记得分享哦。我们欢迎上喜中医诊所的于雅文医师，于医师您好。您好，各位大剧院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于雅文中医师。秋天要养肺，我们就很想要知道说，这个在中医的名词上面怎么去解释这些呢？应该是说，我们每个节气、每个季节都有养生的重点，比如说春天养肝，夏天养心，那到了我们这个秋天，就是要养肺的好时节。那中医讲的肺，它是一个广义的名词，它不是那2片肺叶，不止那2片肺叶，包括我们的，比如说肺主皮毛，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概念。那什么叫做肺主皮毛呢？代表我们的皮肤毛发。是。那肺与大肠相表里，比如说大肠经络、排泄经络，还有大肠的黏膜，那都跟我们的肺经息息相关，这样子。所以就是说，秋天要养的东西还真的蛮多的，因为只要是跟肺有关的都有相关性。对，而且呢，平常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平常就皮肤特别干，或者是本来就是过敏体质，那或者是便秘的体质，在秋天会特别严重。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秋燥吗？秋燥，对，我们所谓的秋燥，人有5燥哦，秋天有5燥。大家想知道是哪5燥吗？对啊，到底是哪5燥？我分享给大家，我们常看到秋天5燥，就是第一个嘴巴口腔干燥，口腔会干燥，然后第2个咽喉会干燥，第3个皮肤全身的皮肤会比较容易干燥，是，然后第4个毛发头发也会特别干燥，然后第5个刚才讲过，大肠的黏膜特别干燥，排便也会特别干燥，最容易便秘。对，容易便秘。哇，那这个保养应该要怎么做呢？其实我们有食疗还有一些穴位经络刺激可以去刺激它。我们所谓的养肺，应该是说避免什么东西、什么样的行为会伤害肺。避免什么样？第一个辛燥的东西，辛燥的东西，香辛料的东西，对，辣的东西都会有点伤肺。是，然后我们在5行中医来讲，木火土金水嘛，是，那肺是属于金，什么东西会克到金？火克金。火就是我刚才讲的火气比较大的东西，比较偏辣的、炸的，或者是说让你会觉得说发汗的食物，就尽量少吃。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觉得好像秋天、冬天会想要吃一些辣的东西，反而吃是要少吃。其实我会建议说吃一点姜，那种嫩姜的辣是比较暖胃，但是辣椒的辣不适合。我们中医有句话说，肺为焦脏。比较娇贵的脏，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水分比较多，所以它最怕火气，最怕燥气。所以饮食记得像零食、烘焙类的东西啊，或辣的东西，就尽量避免它，是一个养肺的大原则。那食疗部分，我会建议多吃点滋阴的东西，白色的东西。我们常常说色白入肺，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山药，是，还有像那个白豆浆。百合、木耳、白木耳是，那或者是甚至燕窝，那个都是很好的滋阴。你会看到它们会有一些特质，就是表会黏黏的，对，食材会有一些黏液，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可以保护我们的那个表皮黏液细胞。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位朋友，他在吃了这个山药之后，他特别明显，就是说他的皮肤的感觉特别的光滑，因为是这样子，山药在我们中医来讲是入肺经也入脾胃经，很多胃不好、胃溃疡的人，我都会推荐就是吃山药，是，因为把肠胃的那个消化系统把它健全起来以后，我们吃下任何东西，营养比较容易吸收，营养吸收的好，我们上输到我们的皮肤，可能就会比较滋润一点。是，那至于肺经络保健又是怎么样的？看镜头，我借你的手当 model。我们的肺的经络从我们的肺部出发，然后走上手臂。大家看看我们的手臂有分2个方向，一个是小指的侧，一个是拇指侧。肺经是走我们的拇指侧这个地方，也就是它走的地方，从我们肺部一直走到我们的上手臂外侧，走到我们的大拇指。这个地方都是肺部经络走过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要养肺呢，如果平常没有急性的发炎，也没有生病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大拇指的方向做一个顺经的刺激，然后肺经的大穴就是鱼际穴。当你喉咙觉得怪怪不舒服，或常常有老痰的时候，可以多刺激这个鱼际穴。
那或者是呢，我可以分享一个肺经络的运动，伸展运动，就是我们做一个扩胸运动的时候，做一个扩胸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条肺的经络都有经过伸展。就是拉这条筋就对了，对，你两个手臂都可以做这个动作，你就可以拉到这一个肺经络，可以让肺部的元气还有运行特别的顺畅。所以这个是在运动经络的部分可以做这些。是的，是的。今天非常谢谢于医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請到的是健身教練傅湯。大家好，我係傅湯。今天的這個肺部保健操啊，它的概念是怎麼樣的？首先係先要放鬆肺經側邊緊張嘅肌肉，等佢咧就唔好壓住個肺經啦。跟住之後咧就有一套用棍嘅保健操，就會同一時間咧可以做到個控制肌肉力量同埋個放鬆伸展嘅訓練嘅。對，所以今天的運動呢，我們只需要一張瑜伽墊，然後還有家裡隨處可以拿到的一個長的棍子。這個是比較專業的啦。唔係啊，呢支晾衫棍。然後我這個就是那個門簾的凳子。係啊。首先，我們要先放鬆肺部經絡所經過的曲目短肌、橈側伸腕肌、肱橈肌、肱二頭肌以及胸大肌。如果你準備好了，就跟我們一起練習吧。咁首先咧，我哋放鬆嘅第一個咧就係拇展短肌。咁呢一個咧就係平時咧我哋成日玩手機咧會成日用到嘅肌肉嚟嘅。我哋首先將個手指打開啦，然反轉向外。咁樣幫佢放鬆，咁咧我哋會一路保持住呢個壓力咧，係俾10秒佢嘅。平常手機手都是往前，現在就叫它往後。係啦，我將佢打翻開。好，然之後咧，我哋就係屈腕肌群嘅肌腱啦。咁咧，我哋首先咧將隻手指公咧收埋喺4隻手指嘅裏邊，然之後咧向前屈伸。然之後咧，我哋用隻手咧去感受一下有邊一個位個阻力係最大嘅。咁我揾到咧，我係呢度，跟住之後咧向後拉，將佢推向你最阻力最大嘅方向，大概10秒鐘左右。然之後咧，慢慢咧你就會感覺到咧佢會有一個放鬆嘅感覺啦。下一個咧就係我哋嘅肱二肌，你屈起上嚟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啱啱好咧有條線喺度嘅。咁我哋嗰個部位咧，就係落喺嗰一個位置啦，都係一樣。我哋揾一個最阻住嘅方向，然之後按壓加推。好，然後下一個咧就係我哋嘅肱二頭肌啦，緊而且係阻力最大嘅位置。好，然之後咧都係啦，按壓加推。每個人個方向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每個人咧佢自己用嗰個肌肉咧都係有唔同嘅方法嘅。好，跟住下一個啦，就係咧我哋胸大肌嘅位置啦，就揾一個最阻住嘅方向。好，都係按壓加推。別忘了重看一遍，還有另一隻手的肺經絡肌肉要放鬆哦。接下來是經絡舒展棍法，首先要做的是肩關節正手旋轉。手擺向地下，左右兩邊揸住，然之後隻手踭伸直，慢慢將佢帶到去個身後邊，然後慢慢翻到前邊。如果你覺得輕鬆嘅説話咧，你可以揸埋少少，係啦，啱啱好揾一個咧。你個膊頭感覺到有少少卡住，但係又過得到佢嘅位置。好，跟住第二個動作，手擺身後，手擺向前。好，一樣啦，揾一個啱啱好少少卡住嘅位置，我哋前邊。留意當我哋喺度做嘅時候咧，個腹部少少力，唔好俾個肋骨同個盤骨咧有喐動咁多嘅。好，跟住放上肋骨嘅後邊，手踭卡住，兩隻手打開，側身。好，轉身嗰陣時，留意個盤骨咧，盡量唔好跟住轉。好，翻前。另一邊吸氣，
呼氣轉身，好，翻中間，去另一邊吸氣，呼氣，好，翻中間，另一邊吸氣，呼氣，好，最後一次慢慢翻中間，吸氣。呼氣，好，翻中間，再嚟一邊，吸氣，呼氣，好，慢慢翻中間。好，下一個動作將支棍擺翻喺身嘅前邊。如果可以調校嘅咧，可以調校得短啲。好，我哋咧留意兩腿盡量伸直。好，落去，首先咧左手帶右手出去，然後轉身。好，慢慢翻嚟。好，而家咧右手帶左手過去另一邊，一路帶落去，帶落去，帶落去，去到最後，好，然後咧我哋鞠躬落去，翻嚟中間。好，跟住咧另一邊啦，好，吸氣，帶出去，轉身，打開，呼氣，好，一路轉到最後，鞠躬，轉身，好，左邊。氣轉身，打開，呼氣，好，繼續兩邊，去到最後，倒落去，轉身，好，右邊，氣，呼氣，好，最後一次左邊。好，右邊，好，好，跟住之後咧，單膝跪地。好，首先我哋好似撐船仔嗰個動作先啦。好，左腳喺前面，就擺左邊，右手揸到最高，左邊撐住，好。推前，轉身，吸氣，好，跟住慢慢翻嚟，吸氣，推前，轉身，好，呼氣，翻嚟，最後一次，吸氣，呼氣，好，換手換腳。好，吸氣，呼氣，吸氣，吸氣，呼氣。好，跟住下一個動作，將支棍擺喺個身嘅後邊。好。吸氣，轉身向前，好，呼氣，好，然之後吸氣向後，呼氣向前，翻中間先，好，然之後吸氣，呼氣，吸氣，呼氣，翻中間。最後一次，吸氣，呼氣，吸氣，呼氣，翻中間，好，轉腳，好，吸氣，呼氣，吸氣，呼氣，翻中間。吸氣，呼氣，吸氣，呼氣，中間，好，最後一次，吸氣，呼氣，呼氣，好，翻中間。
其實呢套動作咧最重要咧係我哋自己本身人體嘅肌肉咧，唔係一條條直線或者一條條橫線，佢係可能有好多嘅斜線啊、螺旋啊。我哋呢套動作咧就係、靠我哋支棍嘅輔助，會令到我哋可以放到去一啲平常唔係好去到嘅角度，咁你就會放鬆到一啲可能係旋轉或者係旋轉而有你平時唔係好拉長到嘅肌肉。咁樣去幫你做個放鬆，同埋佢可以訓練到你控制你自己嘅身體去一啲唔同嘅位置。好，那如果大家跟我們一起完成這套動作的話呢，記得在下面幫我留言哦。那我們下次再見了，拜拜。拜拜。